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，我是阿光。今天用鸡蛋搭配姜饼瓜，分享一道好吃又营养的家常菜。2个脆嫩的姜饼瓜放在大一点的碗中，加入1大勺食盐，倒满多一点的清水。因为生长在室外，表面难免有一些虫卵、细菌或者是杂质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把瓜的棱边、缝隙都搓一遍，搓完之后再淘洗2遍，吃着才放心。姜饼瓜是云南特有的一种蔬菜瓜果，其营养丰富，富含维 C、胡萝卜素，比普通南瓜清爽多了。接下来简单的给下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瓜瓤的含水量特别重，还带着原子，要是留着炒，会炒出一大锅水，这样会把整道菜的味道都冲淡，瓜肉也变得软塌塌的，完全没有脆劲。用小孩吃饭的勺子把瓜瓤处理干净，这样才能够保证炒出来的瓜片脆爽入味。因为姜饼瓜的皮特别薄，带着淡淡的清香味，而且皮里有膳食纤维和营养，削掉还浪费，洗干净直接切就可以，不仅省事，还保留了原汁原味。挖掉瓜瓤以后再清洗一下，把没有完全处理干净的瓜瓤淘洗干净，捞出来控干水分。接下来简单的给下刀。今天的姜饼瓜不需要切太薄，大约在2毫米左右。如果切太薄的话，吃起来没有脆嫩的口感，而且在炒制的过程中很容易碎。我们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使其在后续烹饪过程中成熟度一致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点的碗中。接下来就是关键的一步，像这种素菜，我们一定要提前处理一下，往里面加入大半勺的白糖。加入白糖并不是增加整道菜的甜味，利用白糖把姜饼瓜杀出水分，这样咱们在炒的时候就不容易出水，而且还能够去除姜饼瓜自带的青涩味。放在一旁腌制5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几枚鸡蛋，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来定，喜欢吃鸡蛋的也可以多打几个。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和配料，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和1块生姜切成小丁。姜蒜可以增加姜饼瓜以及鸡蛋的蒜香味。喜欢吃辣椒的，准备几个洗净的小米椒切成小圈。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，也可以省略不放。姜饼瓜不需要腌太长时间，腌制成视频中这样就直接捞出来。这个时候腌出了很多的水分，也不需要清洗。大家看一下，质地已经变软了，而且非常有韧性，怎样弯曲都不会断。经过白糖腌制一下，在炒制的过程中更加方便成熟。炒制的时间短，还能够保持姜饼瓜脆嫩的颜色。控干水分以后，放在大一点的盘中备用。起锅，加入平常炒菜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，把准备好的鸡蛋直接倒在锅中。刚下锅的鸡蛋不要直接去动它，我们要把今天的鸡蛋煎成一个大一点的荷包蛋。开最小的火，靠上锅盖，利用锅中的余温把蛋黄焖熟，焖至定型，大约在2分钟左右。我们就翻过来煎另外一面，把鸡蛋的2面都煎至金黄，煎出香味。因为鸡蛋很容易烧焦，整个过程我们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的煎制，煎制成视频中这样。捞出来控干油分，然后简单的给下刀，这样方便老人和小孩食用。
而且在后续烹饪的过程中更方便入味。全部切成 1.5 公分左右的小方块，放在碗中备用。炒家常菜，我喜欢提前调个碗汁，碗中加入1勺生抽，少量的食盐、松茸鲜、小半勺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调味料化开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起锅，加入食用油，下入准备好的姜蒜末，小火煸炒出姜蒜的复合味。接下来把控干水分的姜饼瓜直接倒在锅中，全程大火快速翻炒均匀，把瓜里的水汽再炒干一些。这一步很关键，把水汽炒出去，后面调味的时候瓜才能更好的入味，吃起来也不会水水的。炒这种新鲜的瓜果千万不要焯水，不然营养和口感都会大打折扣。接下来把切好的荷包蛋直接倒在锅中，稍微翻炒几下，使荷包蛋和姜饼瓜完美的融合。接下来把提前调好的料汁全部倒在锅中，切好的小米椒也倒下去，快速翻炒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对阿光的支持与鼓励。快速翻炒，让鸡蛋和姜饼瓜都能够裹满汤汁，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就特别的入味啦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姜饼瓜炒鸡蛋就这样做好了。绿油油的瓜片裹着鲜辣的汤汁，荷包蛋软乎乎的，把味儿全部吸进去了，闻着就超香。姜饼瓜的脆嫩清甜，带着一点点辣，完全不腻。荷包蛋咬开还能爆汁，配米饭真的绝了。夏天吃也能清爽开胃，而且做法超简单，不用复杂的调味料，家常食材就能搞定。做法简单，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搞定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做法，就别忘了点赞收藏。人间烟火，简单美食，好好吃饭，认真生活。我是烟火味厨房阿光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